你小子真行啊！你现在的绰号，不光叫飞毛腿走四方，还叫哪吒大闹七星寨。哟，还不好意思了。你跟我的时候也没见你那么不好意思。好，今后我们就叫二伢子是飞毛腿哪吒。好。这老东西回来了。哎，对了，雷武龙现在是营长，是我们英雄营的营长。我们营长了不起呀，身经百战，战功显赫，有勇有谋，反正都是长官们夸奖他的词儿。我就知道这个人倔，这一旦他倔起来，我跟你说，他想干什么事儿啊，办不成，绝不罢手。我就是他一手倔来的。怎么会是倔出来的呢？你们两个不是在一起以前？不是，我当时那是跟大官们在一块儿，喂马、养马什么的。当时就是这小子倔嘛，非得点着名让我跟着他。我当时还不太愿意，后来我一想，他还欠我钱呢。他欠你钱？不过欠的不多。再说了，兄弟嘛，对吧？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尽管刚刚受过酷刑，但张岳林却心沉似水，打算利用这难得的平静向陈俊言诀别，并做最后斗争的准备。但是豁然听到楚正平的名字，又让他重新燃起了一线希望。如果楚正平还是当年北伐时那位宽厚的兄长，或许……当然，面对残酷的现实，也仅仅是或许。月锦小姐，恭喜啊，月锦小姐，恭喜你即将获得自由。怎么个自由法啊？陈长官没告诉你吗？啊，这个自由啊，就是飞向海外呀。之前啊，还真没想到。你们是这个关系，都7、8年了吧？真是老天有眼啊，让你这样的相逢。月锦小姐，你也没想到吧？之前把你当共军追了，多有得罪的地方，还望月锦小姐见谅啊。今天晚上我给2位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，你们俩应该好好的庆贺一下。庆贺还不到时候。嗨，到那个时候就是大庆了。等楚长官回来，那就不是在这个地方了。教导员，再往上走不远就到七星寨了。啊，好，我们今晚就在七星寨休整一夜吧。好。小分队出来这么久了，且战且走，已经人困马乏了。我们就在七星寨补充给养，短暂休整。我让老叔公招待你们吃野味。哎，好，太好了，就是多久没吃这野味了？是啊，我和巧妹子来的时候，就是在这儿遇到山里的民团的，我们还缴了他们的枪。我担心他们会不会报复七星寨啊？不会的，陈阿德在老叔公面前发过誓，说他不会报复的。他要是敢报复，那周围的寨子都不会饶了他的。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啊！现在有许多民团已经被贵军收编了，有些的性质已经变成敌人了。
老柯说的对，我们还是小心点。顺子，在。丫的，哎，小妹，你们先去青寨村里打个前站。好。来，这边走。来，我们原地休息。是。好。行，来，我给你拿点。傅太太来了。哟，今天打扮可真漂亮。哎，副团长呢？啊，他身体不舒服，在家躺着。张司令，刘副官。啊，静贤怎么了？想是可能着凉了，刚吃了药，在床上躺着发汗呢。哦，哎，那今天这怎么弄法呀？3缺1啊！要照缺一个人，我把肖太太叫来好了。算了，让刘副官顶缺吧。司令，你看，那好，那我从命，我就顶个缺。哎，你掷骰子吧。大顺子啊，你没见二伢子当时那样，整个人跟大人似的。动没动？我是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连长江春芽，你们已经是俘虏了。真的？二伢子，你还真行啊，是不是啊？死了。那还有一个。都是七星寨的乡亲们。是陈阿德干的，村里一定还有尸体。看来他还是报复了。老叔公，老叔公，长妹子，长妹子，长妹子。教导员2，有情况，在七星寨村口发现好几个尸体。兵团还是报复了。老柯，我先带2人上去，你们做好战斗准备。如果听到枪声，就说明村里有民团，你们再从外面包围进村，两面夹击。明白。顺子，走，住在跟上，大家做好战斗准备。是。别闹。小妹子，陈阿德把全寨的老少都给杀了。叔公，叔公，都怪我太善良了。陈阿德，陈阿德，你向自己的族人下手，你就是个魔鬼！你疯了！你要给我出来！陈阿德，你出来！陈阿德，你是个魔鬼！小妹，怎么回事？陈阿德还是报复了，杀了好多人。什么事情？快进去！快进去！快！过来！对了，傅太太可知
副团长扣了中央军驻10趟部队一车货的事儿。这事儿我没听他说过呀，但是我知道守备团确实查过中央军驻地。现在敬贤做什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。查中央军驻地是大事，这牵扯到跟友军的关系，他总得跟我这旅部申请一下吧。哎呀，人家都告到司令这儿来了，弄得司令啊很被动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啊？是不是这么回事？给敬贤打个电话一问不就清楚了吗？也有可能，师部直接下达的命令，傅太太知道吗？军务上的事儿，我一个女人家怎么会知道？再说敬贤从来不跟我说这些事儿啊。这师长器重他，不等于他就可以随便越过我这旅部。要不然，把守备团直接挂到师部去得了，省得搞得我这处处被动。当然了，这话又说回来了，守备团现在还在我属下，我这当旅长的就不能是个摆设。弟妹啊，我对你们家敬贤一直是关怀有加，迁就有过，这你是知道的。他不能因为他是王师长的心腹之人，就把我的上级不当回事儿。那不定我还是白长官的心腹呢。这看人的眼光不能太短浅吧？瞧您说的，您看这档子关系，我还真是给大意了。我回去就问问他。司令，您别生气。司令啊，没有生副团长的气，主要是说的这个事儿。行了，不打了，吃饭。好，那我先替敬贤赔个不是，吃饭罚酒我替他。你回去叫敬贤啊，把人家那车货放了，别跟人家把关系搞得那么紧张啊。好，我回去就跟他说。那司令，我先给他打个电话，跟他说我不回去吃晚饭了。好，傅太太，电话在这边。好。喂，守备团副统。哦，水仙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司令啊，要留我在这儿吃饭，我就不回去了。你伤风怎么样了？中央军来告了你的状。没事儿，我会搪塞过去的。我们行动是明天凌晨3点。看这样架势，司令可能是要打通宵了，是吗，司令？对啊，我就喜欢通宵，每次啊都是你们2口子吵得要走，扫我的兴。那好，咱们今天就打通宵。司令啊，都埋怨了，说每次都是咱们俩扫他的兴。好，那你就在那儿仔细观察一下，凌晨3点以后，吕布会有什么动静。好，别为我分心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替你给司令多敬几杯酒的。那你自己当心点儿。敬贤啊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，你把夫人都搭进去了。别客气，只要是对老蒋有利的事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那好，那就什么都不说了。小妹子，你二大哥，我来了啊！我可厚你多时了啊！我正愁着没有升官发财的敲门砖，你巧妹子就给哥哥我送来了这么多宝贝，是不是兄弟们？对，那共军的一个人头啊，不管是死是活，那可是10块大洋呢啊！哎，你们刚刚看进去几个人呢？好像是4、5个吧。妈，到底是4个还是5个？5个。哎，我也看着是5个，一共是50块大洋啊！要是有个这共军的长官，那就更值钱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上次那个什么少共的连长来了没有啊？他真是连长吗？
那个小兔崽子，他吹牛吗？是不是？小点，后面全团丁，我们被包围了。兄弟们，拿火箭给我烧死他们！是。小妹子，他们要是不想被活活烧死，你就一个一个让他们出来，我就给你保了。啊，你阿德跟我嘛，还是有情有义的人啊，都向来是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啊，做个我的团长夫人，怎么样啊，兄弟们？好！教导员，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把你们带到七星寨来，我自己的错，我自己扛。哎，小妹子，小妹，你别做傻事啊！快，进七星寨！发现了共军，他们想往上冲，被压住了。多少人啊？8、9个。妈的，老是给我报不准数。哎，算，8、9个就8、9个吧，加上这里边的5个，不是13个就是14个，不是130块大洋，就是140块大洋。哎，不少啊！给我打，机枪准备好。前面人多，后面人少。我们就从后面突出去。是。小妹，走。走。快走啊！地板撬开，底下有个猪圈，我去吸引他们。小妹姐。你叫我姐姐。小妹姐，预备！陈阿德，慢！都把枪给我放下啊！赶紧，不要乱突突。教导员，这边。妹子，你终于出来了。把我带走，放了他们。妹子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把你带走，把他们给放了？那可不行啊，那是50块大洋呢！啊，错了，你出来了，还是40块啊？那也不行啊。你阿德哥我赚的就是这份钱啊！兄弟，快！你为了大洋，你连自己的族人你都敢杀害，你就不怕老天爷咒你吗？不怕，我啥都不怕啊！我就怕我穷，就怕我没钱。我要把他们的人头拿去跟贵军换枪换炮，从此以后啊，我就是族爬里的信仰了啊！是不是？妹子，到时候你就是所有族人的母妈，不管外面世道再乱，
也没人来打扰咱们的日子，怎么样？啊？怎么样？好，看看，快！拿酒来！我就喜欢你这脾气啊！兄弟，上去，走！妹子，要不要哥哥喂你啊？啊！啊！好。魔鬼末日到了，陈阿德，你去死吧！同志们，手榴弹肯定是教导员他们扔的，大家一定要冲上去增援他们！师长、小虎，加油！好，你们三个见红！打！同志们，教导员他们开始反击了，冲！就在杨振林小分队与民团浴血战斗的时候，萧少白也在食堂张开了精心编织的大网。很快，一场斗智斗勇的搏杀便要在深沉的暗夜中展开。几位经理来了，姑娘漂亮的，进去玩两把。人多不多啊？天刚黑，没几个。除了你们的老猴子，一共来了6个。如果这儿是中央军的点的话，门口那大蒜还得算一个。小少白也来了，今天晚上顺便把他给干了。几点了？现在是6点半，你那边抓紧开锣，等到该叫好喝彩的时候，你过来叫我。如果到凌晨还没喝彩，我就过去砸场子。好的，我现在啊，马上去催着开锣。白营长，你在这儿陪着肖队长好好喝着，等着听彩儿。好嘞。两位长官好。好啦，菜齐了。陈长官，月锦小姐，这么多天二位受苦了，今天给你们啊，好好补一补，啊，来，请用。这是二位当年的合影，我给你们找到了，现在物归原主。长官，我们喝一个吧。来，长官，我敬你一杯。来，长官，我喂你。陈长官，月锦小姐，
我敬二位一杯。看来二位对我还是有误会啊。陈长官，那我干脆就向你透个底吧。这个肖少白呀，他是 CC 派来的人，他的计划是暗害陈长官，取而代之，从而全面掌控南京和桂系的联络，以增强 CC 在党国的势力范围。这些都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。从临临出发之前啊，楚长官就对肖少白有所怀疑，所以派我来做您的贴身警卫，安插在护卫队当中，对您进行保护啊。贴身警卫，在车上肖少白要杀我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他当时就要杀你？这个真不知道。是我的失职。当时啊，我在前面的车上给楚长官发电报，报告咱们这儿的安全情况啊。后来炸弹就响了，当时我也震晕了。等我醒来以后，我是车上车下和附近到处都没找到你啊。恰恰这时候发现了奄奄一息的肖少白。后来桂军就来了，把我们带到附近的驻地。我当时就向楚长官打了电话，要求就地正法我。可是楚长官没有允许。后来他亲自入桂督战，命令我和肖少白戴罪立功。我是在铜山顶上那一仗才发现肖少白的企图的，他竟然命令向里开枪啊！我当时制止了，也向楚长官做了汇报。楚长官要我暂时不要揭露肖少白的行径，怕的是 CC 再派人来插手，让我继续监视肖少白，拿到他的具体证据，好向校长揭发他们的阴谋。约锦，我们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相信我。楚大哥从南京回来以后，我们就自由了。但是首先，我们要找回机要密码和那些文件，这才会有真正的自由。来，端起酒杯，为了自由。来。长官，你想什么呢？想杀人。明天一早，我们就去取回机要密码和文件。这楚长官走之前一再叮嘱，说等你醒过来以后啊，一定要先把东西给拿回来。哎呀，这东西在哪呢？那路远吗？你这是不是想吸两口呀？来，翠柳，哎，来吧。来，把陈长官扶到床上去，哎，吸两口大烟去。哎呦，来，让他吸两口大烟。走吧。巧妹子她是自己走进去的，刚进去，房子就塌了。长官，你不要杀我，长官，饶命，长官。大傻子，二丫子，大傻子，冷静。小妹子在哪儿？
我问你呢，臭妹子在哪儿？冷静点。孙子，找，跟我收到臭妹子。是。走。找隔壁找个房间。哎，月锦小姐，你也来吸两口。哟，这菜都凉了。翠柳，哎，来了。来，过来把菜端出去热一热。好的。哎呀，你这个样子，我看的真是心疼啊！哎，你这样子，明天去吃得消吗？你还没告诉我是什么地方呢？路远吗？要不我明天自己去。你找不着的，非得我去看着找。这是哪儿啊？石塘镇。月锦，你说得清楚那个地方吗？哦，应该在石塘镇东面的磨盘山，在山的南面还是西面不记得了，找幅地图来吧。对，找幅地图来吧。地图？我现在上哪去找地图去？那明天早上拿来也行啊。哦，那可是什么？那还是我现在去拿吧，啊！随你，明天早上拿来就行。谁让你拖的？出去！出去！哎，少白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哎呀，你要说不行，我再给你换一个嘛。我都打听过了，你好这口。我肖少白这一辈子就好两件事，一是女人，二是杀人。但我杀人的时候，不碰女人。石塘镇应该是王占兵驻守的44师守备团。明天我们出去，先找贵军守备团，然后亮出身份，要求他们保护，马上联系楚正平。你还在幻想？在无名村就是贵军抓的我们，瞬间被中央军抹了脖子。肖少白就是个疯子。他们既然在演戏，就不会让你见到任何贵军。他们现在是变着法儿子想要找的那些文件，这是我们没有被弄死的唯一理由。磨盘山，那么大个地方，总得有个具体方位吧？连他们自己啊，都不知道把东西藏在山的南面还是西面。就算你知道藏在西面还南面，你也不能找啊。那里是荒郊野外，不是在哪个屋子、哪个抽屉里。他们把东西埋在哪儿，说不定到时候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了。他们不会再跟我们耍把戏吧？我看不太像。
现在他们正沉浸在那个美好的未来里。万一呢？万一？什么意思啊？他们是在雀儿山下的无名村被捕的，磨盘山与之方向相反。他们如果到了磨盘山，干嘛还要往回走几十里路，回到雀儿山？你的意思是他们根本就没去磨盘山？那倒不是，只是我觉得不合理。你总不可能认为他们把东西藏在那无名村吧？白营长，带人去一趟无名村，马上去，把那里每一所房子的犄角旮旯、每一片草丛都给我仔细搜查一遍。晚上看不清，你就先观察着，等到白天的时候，仔细搜查。是。咱们2条腿走路，你那边的戏啊，继续演着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那个营长带着2个警卫走了。你刚才演戏，就是为了明天走出这个房子，找到归军守备团。看来是不现实啊。哎，那你刚才配合我，是怎么想的？麻痹他们以后，今天晚上找机会就冲出去。今天晚上？所以我想要地图，可是你跟他们说不着急。我是想，我要地图是想要看看，从食堂到湘江边的路线。你还要过湘江西岸呢？当然，我的任务就是把你带过湘江。你真是铁了心了。长官，菜热好了，过来吃吧。没想到你这出戏居然唱下去了。我这个也是啊，死马当着活马医。文件和密码拿到手以后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立马把他们干掉。干掉？对。干掉以后，我们在张月林的腿上打2枪，就说是他在逃跑的时候，我们开枪打他；在陈俊言的背上打2枪，就说是张月林打的；在张月林的太阳穴上打1枪。然后把枪放在手里，让他紧紧地握着。我们就说张月林是因为悲痛欲绝，自尽而亡。这2具尸体大概要间隔3米。张月林呢是靠在那儿的，陈俊言是趴在那儿的。把现场留着，让楚正平自己勘察。文件和密码都没了，被他们给藏起来了，这样楚正平没话可说呀，这个事儿就算了结了。他去南京复命，我们去杜主任那儿领赏去。柯科长，刚才听大顺子说，教导员他们没有袭击山口的民团。是吗？那是怎么回事？就是奇怪呀，枪是从敌人身后打来的，那教导员这边没打，那会是谁呀？是谁？安着。大海。姑娘，这里是青楼吗？是。
我是什么时候被带到这里来的？是昨天下午3、4点吧。当时你昏迷不醒，直到今天上午10点才清醒过来。从我的房间到这里，怎么全是过道，没有门啊？这2间房是在隔墙里面封闭的，是专供你们中央军来人住的，一般人可都不知道呢。隔墙？怎么个隔法？门外的那面墙是可以移动的，墙外是个房间，有士兵把守，很安全的，你们就放心吧。明天一早我们带着他们，怎么出城啊？我都想好了。如果我们昨天没有白去张义寿那儿的话，我们明天可以以给江防司令部送货的名义，大摇大摆地出城门关。我现在就给张义寿打个电话去，让他关照一下副统，明天给我们免检放心。我想他应该不会拒绝吧。您啊，接着慢慢喝，我啊拿着地图去接着演戏去了。